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Saucony今年2024年推出的Saucony Endorphin Speed 4。在Saucony的跑鞋当中，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也定位在竞速跑鞋到缓震跑鞋之间，可以作为速度训练和长距离节奏跑。在2024年众多的跑鞋当中，Saucony Endorphin Speed 4能否脱颖而出呢？首先，我们来说说它的颜值。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双鞋的时候，哇，我觉得这双鞋实在是太帅了。而我手上拿的这个呢，是最新的配色，叫 Navy Spice。那它的鞋面呢是海军蓝的配色，搭配中底有一些橙色到黄色的渐变颜色。那它的辨识度是非常的高的。那它下层的中底呢，给我感觉来说很像鲨鱼的鱼鳃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帅。那它的设计跟今年推出的 Endorphin Pro 4是差不多很相似的。那它鞋跟的这一部分呢，也打印上了 Endorphin Speed 4，所以整双鞋对我来说是非常漂亮，设计方面非常的亮眼。那大家也可以看看它的鞋跟后面这里，它所放的心思，哇哦！这个设计实在是太漂亮了吧！那第一点我非常喜欢这双鞋的原因呢，就是它的鞋面，它是工程网布，然后洞孔也非常的大，然后非常的透气，然后我觉得这双鞋非常适合在马来西亚跑步，因为尤其马来西亚天气都非常热，所以需要透气性非常好的跑鞋。我觉得 Endorphin Speed 4的透气性是实在是太好了。然后不止这样，它的鞋面的伸缩性也非常的好。当我每次用它来跑长距离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鞋头不会有给我挤压的感觉，是非常舒适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说它的鞋舌这一方面，那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是非常贴心的，尤其是在它的鞋舌的两旁，它是连接到它的鞋面，所以大大的提升了整个鞋子的包覆性。然后当你在跑节奏跑或者速度训练的时候，这个鞋子能够牢牢的锁住你的脚，所以给你一个安全感的。然后 Endorphin Speed 4的鞋垫呢，它是可以被拆开出来的。那它的鞋垫用了 EVA 加 TPU 的发泡材质，所以整体感觉非常的软，脚感也非常的好。所以我觉得它的鞋垫给这一双鞋大大的加分。因为当你脚穿进去的时候是非常舒适的。那这一次Saucony也一样的把 PowerRun PB Foam 放在了这个Saucony Endorphin Speed 4的上面。那这一个中底呢，它是用 P8 Foam 来到形成的。首先第一个的脚感给我来说，它是偏硬弹的，它不是属于软弹的方面。虽然它跟之前前一代 Speed 3一样的用上了 PowerRun PB Foam， 一样的中底厚度，后面是36，前面是28，一样的坡差8毫米，可是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，它好像变硬了一点，不像上一代的 Speed 3是比较软弹的。这一个 Speed 4呢，它是比较属于硬弹的鞋。至于重量方面呢，这一双鞋我刚刚量了，它是252g，其实也不是说非常轻的一双鞋。可是也没有到缓震鞋那么重。那我的鞋号当然是比较大的，我是 UK 9.5，也就是 US 10.5，比上一代的 Speed 3重了整整20g 左右。那原因为什么会重呢？一样的中底，一样的厚度，为什么这双鞋会比上一代重了这么多呢？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前脚掌和后脚掌这一方面呢，它加扩了，为了增加整体的稳定性，所以它牺牲了少许的重量。那这双鞋子的中底之间呢，它有加入了一片非翼式的尼龙板，它不是碳板哦，它是尼龙板哦。那你在它的鞋底，你就可以看见它的尼龙板，跟鞋子两侧你也可以看见它的尼龙板。那整体给我第一的感觉呢，就是它的推进感加强了许多，然后它的稳定性也非常的好。可是啊，它的滚动性却给我来说，它比上一代减弱了没有像上一代的滚动性这样好。那滚动性变弱了，不代表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。那就比如说我的半马可以跑进1个小时32分，那我半马的1个小时32分，我的步频呢是170多左右。但是有些人在同样的时间完成的时候，他的步频可以跑到190多。为什么我的步频170多，有些人190多呢？就是因为我的步幅 stride length 比较大，有些人的步幅比较小，可是他的步频就非常的快。那这一双鞋我可以认为它是非常适合高步幅的跑者，就像我这样非常 high stride length 的，比较远的。因为当你是
是高步幅的跑者，你需要鞋子有给你一个推进感，而高步频的跑者呢，他需要这个鞋子有非常好的滚动性，做好让他们可以用高步频完成那个赛事。那我觉得这一双鞋呢是非常适合高步幅的跑者，尤其是你的 stride length 是非常远的。那我觉得这一双鞋的推进感是非常适合你的，就好像一些鞋子的厂商呢，它会推出2种不同的款式的鞋，一个是比较适合高步频，另外一个是比较适合高步幅的跑者。当你是一个高步频的跑者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这一款；那你是高步幅的，你可以选择另外一款。那我觉得这个 Endorphin Speed 4呢是适合高步幅的跑者，因为它的推进感是非常强的。这一款 Saucony Endorphin Speed 4的大底呢，它是用了 Saucony 的 XT900 大底，据说是非常耐磨。这一双鞋我的里程已经跑了差不多50公里 ，so far 我是没有看到任何的磨损的状态。这个 XT900 的覆盖的面积也非常的大，更加的耐磨，尤其在它的鞋跟的后面这一块呢，它是直接贴到旁边去，所以它的覆盖面积是非常大，纹路呢也非常的清晰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双鞋它的鞋底是非常的耐操的。那我也试过在雨天湿地的地板上面，我觉得这双鞋的抓地力也非常好，没有问题。可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哦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跑步姿势还是我身体比较重的原因，我觉得我每次下脚的时候，每次踏地的时候，这个鞋子跟地面接触的时候，它的步伐的声音可能会比较大声，比我之前穿过的鞋子大声一点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so far除了这个，我觉得它的大底整体方面是非常好的。接下来就说说我穿这双鞋的感受。我记得上一次我穿它来跑25公里的时候，前半段呢，头3公里我是热身，大概6分配速，所以这双鞋给我的感觉其实还蛮不错，蛮舒服的对我来说。然后在3公里的热身过后，接下来就是3公里的节奏跑，从445的配速加速到4分的配速，然后再加上1公里的轻松跑，5分半的配速。然后这个组合维持了3组，就是3公里快，1公里慢。那我觉得在跑3公里的节奏跑的时候，从445的配速跑到4分整的配速的时候，虽然踩踏的时候它的前脚掌给我感觉是有偏硬一点点，可是它的尼龙板还是有给你足够的回弹感。如果你是喜欢一个软弹的人呢，这个鞋子可能不适合你。那第3代反而呢会比较软弹，可是这一代呢它是比较属于硬弹的鞋。那如果你喜欢有一些支撑性，然后也比较硬弹的鞋，我觉得这一代的 Saucony Endorphin Speed 4是非常适合你的。那当我在穿这双鞋跑节奏跑的时候呢，我的体感呢是感觉像445，可是我一看手表，它来到了4分半，所以这双鞋给我的感觉，虽然你好像感觉你跑着445，可是你已经变得更快了，你好像是跑着4分半的配速，所以我觉得它的这双鞋的推进感是非常好的。那在这个长距离的25公里呢，在后半段的11公里呢，我又回到了 recovery run， 就是慢跑6分钟，然后又回到非常舒适的脚感。那我觉得这双鞋当你在跑慢的时候，6分它可以驾驭，它是非常舒适的一双鞋。当你要去到快的时候，4分的时候，它也可以给你那个推进感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双鞋可以作为你的 daily training shoe 日常跑鞋。你要跑节奏的时候，你要跑速度训练的时候，它可以给到你推进感。那你要跑慢的时候，它也给你一定的舒适感。那我也有试过穿这一双鞋来跑 interval run 在 track 上面是800米乘10次，然后我的配速呢是介于350到4分左右。那当我用这双鞋跑快过4分钟配速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双鞋的推进感呢，可能没有比其他的高阶层的碳板鞋来得强。就比如说 Endorphin Pro 4，我觉得在4分钟以上的配速到5分钟、6分钟，这双鞋还是可以驾驭得到。那虽然当它快过4分钟的配速，它的推进感没有那么强的时候，它还是牢牢的锁在你的脚上面，是非常稳定的，因为它的鞋舌，它的2侧是包覆着你的脚，所以我觉得它的稳定性是非常不错的。那最后呢，我觉得这一双鞋 Endorphin Speed 4呢是非常适合拿来做速度训练，像是间歇跑或者节奏跑。除此之外呢，如果你是喜欢一双有推进感的跑鞋，我觉得这款 Endorphin Speed 4是非常适合你的。那我个人认为这一双鞋不适合的族群呢，就是可能你是一个高步频的跑者，可能你的 cadence 是非常高的，因为这双鞋的滚动性比较低一点。
然后不像之前第3代的滚动性比较好，所以它下脚的时候，它感觉会有一点不顺，没有这样像第3代这样流畅。那它下脚的时候，它的中底也可能会比较硬一点。那如果你是喜欢比较软弹的鞋，可能这一双鞋也比较不适合你。可是如果你是喜欢硬弹的一双鞋的人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双 Endorphin Speed 4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那在马来西亚呢，你可以到 Saucony 的门店，有一间是在 Pavilion KL Saucony Store， 跟在 TRX 的 Ref Runner。那 Ref Runner 呢，也是 Saucony Malaysia 的代理商。你要找的各式各样的 Saucony 鞋，你都可以到这些门店去试一试。那如果你不是住在 KL 的跑者，你可以到他的官方网站去购买 ref.com.my， 或者是你可以到他的 Shopee、Lazada、Saucony Malaysia Official Store 购买。OK， 这集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开箱影片呢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